3天，交不夠90斤靈租苗稅，立馬從這間庇護所滾出去。外面林東冰原那麼大，死哪兒算哪兒。我穿進這具身體才3天，原主就死在這塊破地裡，手裡還死死抓着一把枯死的稻苗，臨死都不甘心。林管事，今年地埋乾了，气溫驟降，周圍散修的田都減產了。少廢話，規矩就是規矩，宗門不養廢物。3天後見不到90斤靈幼苗，連茅草屋帶這塊田，商行全收回。別想耍花樣，到時候少1兩，直接扔冰原上餵妖獸。李家小子這回死定了，90斤，他那塊破地連10斤都打不出來。誰讓他包那塊平茶地？這下好了，3天後等着被趕去吧。張叔，能不能先借我半碗灵米，挺過這3天？求說我加倍還你。李家小子，你可別害我！我自己這半畝田連澆曬都不夠，你要借糧，問別人去。沒人敢借，誰的靈氣都不夠用，每多留下一絲，自己就能多活1天。總共1畝地，原主一個人包滿了翻土播種試雲除蟲，活活累死。沒有靈根吸收不了天地靈氣，只能靠壓榨血肉裡的生氣強行催動農具，最後把自己榨乾了。上百塊碎片靈田都在死磕，東邊那人會出蟲，卻不會下雨，只能硬挑水；西邊那人會鬆蟲土，卻不會出蟲，只能看着蟲咬。再往北邊看，有個老頭會云雨訣，田裡水氣充足，但土壤板結得跟石頭一樣，種子根本扎不下去。會施肥的施肥，會灌溉的灌溉，流水線作業，效率高的飛起。法術不就是個這個時代的農業器械嗎？會出蟲的，會下雨的，會鬆土的，如果集中到一塊，按照流水線分工。瘦子那塊田水不夠，但蟲少；胖子那塊田土鬆軟，但蟲多；老頭那塊田水氣足，但土硬。如果把這些人湊到一塊兒，互補短板，產量至少能翻3倍。但這些人能信他嗎？我昨天剛花光積蓄買的抗寒靈草種子，因為不會鬆土，死了一大半。誰？李建國，有事跟你商量。沒空，走。我知道你昨天買的種子死了，我有辦法讓你的田活過來，但得合伙幹。幹什麼？我不借糧，我連飯都吃不上了，沒糧借你。我只問你，想不想讓剩下的死苗活過来？想不想大家都有一條活路？你都笑雲雨術，但我田裡的青苗快旱死了。我懂怎麼安排鑽灌路線，能省1半靈氣。我們合作。不行，商行有令，各種各的田不許串聯，惹了林管事，這庇護所都待不下去。你一個人種，苗死光了，不用林管事看，林東一到你也是死。吃完這碗粥，幫我叫2個人，南邊懂松土術的老趙和東邊懂除蟲術的王姐。鐵牛說你有活路。你一個沒有靈根的凡人，連最低級的引氣訣都不會，拿什麼帶我們活？這是我們4家人的田，總共3畝。老趙，你鬆1畝土要耗1天時間，中間還要歇2次。鐵牛施一雲也要1天，王姐除蟲再1天，這還是在自己田裡。如果從今天起，老趙你什麼都不種，只好用鬆土術。鐵牛跟在老趙後面，鬆好一段你就下一段雨。王姐最後除蟲，只動法術，不動農具，這就叫流水線。幹的活怎麼算？打下來的靈米算誰的？這是契約，我們不分地界，只看工作量，這叫工分。鬆1畝土計2個工分，施1畝雲計3個工分。秋收之後，靈米交完商行的稅，剩下的全部按工分比例分糧，絕對公開，每一筆都在這塊板上記着。從未有過這樣的規矩，太清楚了。單幹必死，合作能活，我幹。老趙，從左往右，深翻3寸，別貪多。鐵牛，跟上老趙的步伐。他翻起土，你立刻落雨，水量減半。王姐，注意土裡翻出來的腐骨蟲，用靈氣點殺，不許浪費靈氣打空地。衔接順了3成，靈氣省了1/8半。真的只用了1小半的靈氣，活了。這田活了。都在幹什麼？散修種植各有地界，你們聚在一起不務正業，企圖合夥對抗商行。既然不想種地，這田我現在就收回。来人，把他們的除草法器和水桶全都繳了，今天就趕出庇護所。
林管事，宗門律法哪一条規定了散修不能一起干龙火？我管的规矩就是规矩，你们聚众闹事就是破壞宗门法度。凌霄閣外门律典第73条，宗門查收灵米只問成色数量，只求年底足額上繳，不管田散修如何行事。这凡人毫無靈根，竟敢用律典反壓我！行，好一張利嘴，只問數量是吧？你這田原本明天就要交90斤青苗稅，現在看着漲勢能打出30斤。明天這個時候少1粒米，少1根苗，我不僅收回這田，還要把你們4個吊在坊室門口抽骨剝皮。完了，90斤，這田就算全活過來，1天時間也最多只能打50斤，我們死定了！慌什麼？剛才那半個時辰，你們看清楚成果了嗎？老趙，你平時鬆一畝土累得起不來床，剛才呢？才用了1半靈氣。鐵牛，你的雨水如果平時能滲進土裡3寸，剛才鬆過土再下雨，滲進去了多少？至少7寸。這就是我們的底氣，我們不只有3畝田，今天之內把附近6畝願意入伙的田全部簽下來，不管是誰，只要肯簽就拉進來，我們輪班幹，人歇，法術不歇，只要流水線不轉停，產量就能翻倍，這是我們唯一能活下去的機會，把命交到自己手裡，幹不幹？幹了！王姐下場休息，6隊替補上。鐵牛控制水汽，2組土不夠鬆，別澆多了。協同效應下，青苗拔高抽穗，大霧散了。這畝試驗田的產量翻了3倍，沉甸甸的。我種了1輩子地，從沒見過這麼密集的收成。時辰到了，90斤青苗稅1兩都不能少，交不出，連田帶人，今天就滾出去！全在田裡，林管事自己稱。愣着幹什麼？去收割，去称量。分。管事，108斤。靈氣內斂，毫無雜色。上等成色。不可能！你們昨天還是死苗，1天時間怎麼可能種出上等靈道？你偷了商行的催生靈藥！你血口噴人！建國哥沒偷藥。這裡哪有你說話的份兒？拿不出證據證明這靈米的來歷，我今就把你們抓去執事堂問罪。林管事認定我偷藥，可有物證，可有人證，商行房可有失竊記錄。這位執事，要想知道這靈米的來歷，請看現場。老趙、鐵牛、王姐，準備動工，開始。3個人，3個最基礎的法術。這是什麼陣法？這不是陣法，這是分工協作，我稱之為流水線作業。單人勞作要施展3種法術，靈力在體內轉換需要時間，轉換過程中會產生損耗。更重要的是，單人無法在最完美的時機完成所有步驟。現在老趙只負責鬆土，他不用思考其他，熟練達到最高。鐵牛的雨水可以在土最順鬆散的那一息落下，最受力。王姐除蟲不會誤傷青苗，我們只是把最合適的人放在了最合適的位置上，去除了所有無用的消耗。強詞奪理，散修就該各守本分。你們這樣胡亂拼湊，規矩全亂了。來人，把田封了。退下。執事大人，他們這種行徑，宗門外門律典第73條，只問產量成色，不問耕作之法。林管事對律典有異議，屬下不敢。你沒有靈根，是沒有靈根，卻能把靈力運用算計到如此地步。超額完成任務，品質上等，這是外門執事堂的規矩。持此玉牌，下個月這片田的稅減免30%。減免30%，意味着我們不僅能吃飽，還能有餘糧去換修煉資源。多謝執事。外門水深，好自為之。算你走運。建國哥，咱們活下來了！不僅活下來了，還有多餘的口糧了。去把靈米收割入庫，今天把餘糧分了。只靠4個人，改變不了現狀。好冷！建國哥，起霜了。離入冬應該還有2個月。這不是入冬期，這是凛冬期。倉棚界每隔3年會爆發一次極寒天災，沒有築基期大陣庇護的外門底層，將面臨長達數月的冰封，所有靈田都會失去生機。剛剛燃起的希望之火，
迎面撞上了寒潮。建国哥，这凛冬期要持續多久？老趙，凛冬期一般幾個月？最短3個月，最長半年。地脈靈氣會被凍結，所有靈田都活不了。那咱們剛收的這些糧食夠吃3個月，前提是只吃不幹活。建國哥，這天寒地凍的，咱們還能什麼活？跟我來。建國哥，這次多虧了你，我家分到了5斤靈米。是啊，我準備拿2斤去坊市換點御寒的衣物。我想買點最便宜的引氣丹，試試能不能引氣入體。都說完了，我問你們，買了衣物，買了丹藥，然後呢？然後撐過這個冬天。撐過冬天，春天來了，你們拿什麼種地？手裡的餘糧是你們唯一的本錢，現在全花了。開春之後借10斤種子，要還30斤糧食。那咱們不借不就行了？不借，不借你拿什麼下地？空手刨土？那建國哥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別急着花錢。什麼是生產資料？就是能讓你繼續幹活、繼續賺錢的東西。衣服穿破了可以補，丹藥吃了就沒了。但如果我們把餘糧換成工具、換成種子、換成能改善土地的東西，你說的這些我聽不太懂。聽懂沒關係，信我的，把餘糧留着。不信的，現在就可以走。建國哥，咱們來這兒幹什麼？修仙界的人遇到凛冬就躲，躲進有陣法的地方，等春天再出來。但我告訴你們，冬天不是用來躲的，是用來準備的。從今天起，我們不修仙，先修生態。什麼是生態？就是讓這片土地變得更好。這片田種了這麼多年，地力早就耗盡了，土壤板結，靈氣不足。就算你們用再多法術，產量也上不去。去把昨天收割剩下的稻殼殘葉全部收集起来。那些不是垃圾嗎？垃圾，那是寶貝。建國哥，這堆破草能幹什麼？等着，等它發酵。發酵是什麼？就是讓這些東西腐爛，腐爛之後會變成最好的肥料。咱們這是在等垃圾爛掉？沒錯。這味道太衝了，味道越衝，說明發酵的越好。這地有靈氣回上來了，以前聚靈陣抽走的，它自己補回來了。我修不了仙，但我能讓這塊地自己活過來。地活了，你們就有的修。原來如此。真正的修仙不是強取豪奪，而是與天地和諧共生。建國哥，你看這土真的變肥了，太神了！建國哥，你是怎麼想到的？這不是神奇，這是科學。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在這片土地上種下能抵抗嚴寒的靈草。可是建國哥，這天這麼冷，就算土質再好，種子也會被凍死啊。所以，我們需要一個能擋住寒風、留住熱量的東西。御寒丹，上品御寒丹，原價50灵石，現價200，200，搶錢啊！凛冬期就這家，去年凍死了好幾十個散修，比息5倍，3個月後歸還。按不了手印的，現在就可以走。建國哥，咱們不去看看御寒丹的價嗎？看了也買不起，咱們找別的辦法。靈氣已枯竭，只剩空殼。這玩意兒還能用？能。雖然沒有靈氣了，但結構還在。建國哥，你到底要幹什麼？造一個春天。春天能造？這是什麼？溫室大棚。用廢棄靈石搭骨架，用獸皮做覆蓋層，把熱量和陽光鎖在裡面。只要在這裡放一點凡俗木炭，棚內的溫度就能維持在春季水平。可是建國哥，這些廢靈石沒有靈氣了，怎麼鎖住熱量？不需要靈氣，這叫物理隔熱。獸皮能幫風，廢靈石能聚光，陽光透過獸皮進來，熱量出不去，自然就暖和了。建國哥，你是說咱們能在冬天種地？不止種地，還能種出別人種不出的東西。這群人瘋了吧？撿破爛也不是這麼撿的。哼，聽說是那個沒靈根的凡人帶的頭，估計凍傻了。等凍死了，這些田就歸商當了。林管事說的對，這種人就該趕出去，讓他們折騰。王姐，門雷要貼地面。老趙，準備最乾的木炭。建國哥，真的能暖和起來嗎？真的暖和了！太神了，這真的是春天啊！明天開始種凝氣草。石頭裂了。老趙，去拿赤焰草根。
就是昨天在坊市捡到的那捆红色草根。王姐，准备水。建国哥，就是这个吗？这草根能顶废石？废石裂了是因为热胀冷松，材质不够韧。赤岩草根生长在火山口，天生耐高温、抗膨胀。最关键的是，赤岩草属火，废石属土，五行相生，火生土。王姐，水倒上去。这就行了。火生土，土生金。赤岩草根的热量比废石更稳定。建国哥，这真的是人造的春天。咱们真的能在冬天种地了。铁牛，松土。老赵，浇水。王姐，挖坑。接下来，等着就行了。发芽了，真的发芽了！建国哥，咱们真的种出来了。咱们只用了10天，就种出了整整1棚的凝气草。收割吧，明天去坊市，咱们卖货。热源，而且是极其纯净的热源。外门底层怎么会有这种程度的灵气波动？筑基，谁建的这个？我建的。执事大人，有何指教？没有灵根的凡人，竟能在筑基威压下保持战力。这大棚里的灵气biến動來自何處？執事大人，請進。這是溫室效應，陽光透過獸皮進來，熱量被鎖在棚內，地面的赤炎獸根散發穩定熱量，形成循環。你用的是什麼陣法？不是陣法，是物理規律。物理規律。熱量從地面升起，遇到獸皮被反射回來，獸皮半透明，陽光能進，熱量出不去，這叫能量守恆。不需要靈石，不需要陣法，只需要合理利用材料。見過無數高階陣法，卻從未見過如此高效的聚氣方式。你的意思是，不需要高階靈石，也能在冬天種植靈草？沒錯，修仙界的人習慣用靈力氣解決一切問題，不是答案。這些草10天就長成了。你有什麼靈根嗎？沒有。沒有靈根，卻用凡人的智慧，做到了築基修士都未必能做到的事。你這大棚是竊取了宗門地脈嗎？地脈是地脈，溫室是溫室，我只是利用了自然規律，沒有動用任何宗門資源。我見慣了散修掙扎，要麼屈服，要麼鋌而走險，但他選了第3條路。你知道這種方法推廣開，商行的冬季靈草壟斷會被打破，很多人的利益會受損。那就讓他們損失。你不怕死？怕，但更怕活得像條蟲子。有意思。李建國，我收你為記名弟子。執事大人，這是……你的方法有價值，但也有危險。記名弟子的身份能保你暫時不被人動手，但只是暫時。多謝執事大人。建國哥，你成執事堂的記名弟子了，有親執事庇護，咱們終於有靠山了。建國哥，咱們熬出頭了。記名弟子只是權宜之計，真正的力量必須掌握在自己手裡。收拾東西，明天去散修集市。建國哥，咱們不去宗門商行賣嗎？不去，咱們直接賣給散修，去掉中間商。可是建國哥，林月嬌那邊，他敢怎樣？咱們現在有親執事庇護，他不敢明着動手。明天一早出發。林管事，那個叫李建國的，明天要去散修集市賣凝氣草。很好，既然他不願意把貨賣給商行，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。去集市，把路堵死。建國哥，咱們這一車貨能換多少靈石？按市價算，至少300塊下品靈石。300塊，咱們互助組從來沒見過這麼多靈子。有了這筆錢，咱們能多搭幾個大棚，明年開春就不愁了。事情不會這麼順利。這是凝氣草，冬天哪來的凝氣草？成色這麼好，不會是偷商行的吧？多少錢一株？自家種的，童叟無欺，一株5塊下品靈石，比商行便宜1半。先試用，付款。啥意思啊？拿回去用3天，
觉得好再付錢。這麼好啊？不會是騙子吧？拿去。真給我，3天後來還錢。我也要，給我來3株，我先付錢，能便宜點嗎？喲，李建國還真敢來集市賣貨啊！林管事，有事。冬天的寧氣草，稀罕物啊，成色不錯，哪兒來的？自己種的。自己種的。各位，這寧氣草可能有問題，勸你們別買。什麼問題？這片集市歸商行管轄，所有靈草交易必須經過商行審核。你批貨沒經過審核，不能私自售賣。哪條規矩？什麼？哪條宗門明文規定，散修自己種的靈草必須經過商行審核？林管事，拿出凌霄閣下發的文書來看看。文書？這片集市就是商行管的，我說了算。既然林管事說了算，那我問一句，商行願意出什麼價收這批貨？市價1成。這也太黑了！收購才給1塊，這不是明搶嗎？閉嘴！誰敢多嘴，以後別想在坊市買到1株靈草。林管事，1成的價格我不賣。不賣？那你就別想在集市賣貨。都散了，今天這攤位不開了。收攤。建國哥。收攤，回去。识时務者為俊傑，想賣貨就乖乖來商行談價。太欺負人了！建國哥，咱們就這麼算了？不算。商行控制的是集市，但集市之外還有人。集市之外，坊市外圍有一片最窮苦的棚戶區，那裡的散修連進集市的資格都沒有。今晚，咱們去那裡賣貨，直接賣給散修。沒錯，下沉渠道，先用後付。啥意思？林月嬌能封集市，是因為集市歸商行，可他封不了2樣東西：散修的信和商行伸不進手的地方。那裡的人買不起商行的高價藥，也沒資格進集市，商行的手伸不到這兒。咱們就從這兒起，草不要錢，先拿去用，3天後有效再付。可那些人本來就不是商行的客呀，賣給他們，商行少了啥？少的不是這批人，是他們的嘴。1株草5塊，真管用。這話3天就能從棚戶區傳回集市，到時候買得起10塊的那些人會怎麼想？他們也白了。商行封得住1個攤位，封不住1具，那邊5塊還管用。咱們從他伸不進手的地方進去，再把他的客人一個一個接出來。建國哥高明。鐵牛，老趙，跟我走，王姐留下看家。建國哥，這裡的人真買得起靈草嗎？買得起買不起，試了才知道。打擾了。你們是賣靈草的？賣靈草？我們連飯都吃不飽，哪有零食買草？先用，後付錢。什麼意思？拿回去用3天，覺得有效再給錢，不滿意不要錢。真的，成色不錯，多少錢？5塊下品靈石。5塊？商行賣10塊。我們不是商行，3天後在這兒等你們。建國哥，咱們就這麼把草全送出去了？不是送，是投資，3天後見分曉。李建國那邊有消息嗎？回管事，昨天集市1整天沒見他們來。很好，沒有商行的渠道，他們的貨就是一堆破草。這草真好用，還有嗎？我再要2株。有。我要3株，我用這張獸皮換2株，行嗎？我沒靈石，能不能用法器抵？這是赤焰草的種子，能換1株寧氣草嗎？能，真的，真的。聽說有人評價賣寧氣草5塊靈石1株，還能用物資換，快去，完了就沒了。這就是市場，真正的市場。怎麼回事？今天1個人都沒來。管事，聽說棚戶區那邊有人在賣寧氣草。李建國，應該是。跟我去。建國哥，今天換了300多塊靈石。李建國，林管事，你這是在破壞商行的規矩。這裡不是集市，不歸商行管。林管事，這裡是棚戶區，不是商行的地盤。就是，我們只是自己換點東西，又沒犯宗門的規矩。你們商行賣得太貴了，我們買不起。好，很好。李建國，你會後
国哥，咱們發了！有了這些靈石，咱們能再搭3個大棚。這只是開始，真正的改變還在後面。你便是李建國？正是。不知姑娘何來？這般順滑的靈氣循環留存，你是如何培育出來的？我延吉正道多年，從未見過如此貼合天地循環的法子，可否容往你培育靈草的鎖靈棚實地一觀？那我們不是一個世界的。姑娘貴姓？蘇青言，凌霄閣內門。内門真傳，整個凌霄閣外門數萬弟子，能入內門的不過100餘人，真傳更是百中選一。蘇師姐，蘇師姐怎麼來了這種地方？師姐有所不知，此人糾集底層散修私自交易，擾亂商行採買一旬，我們正想處置。叫什麼？我林月嬌，商行外門辦事。師姐，您看這是……我管你们的买賣，別打擾我。這位蘇姑娘不會是來找麻煩的吧？你之前說調整種陽草方式，讓靈氣回流之後，消到循環滋逆的聚靈原理就是單向抽取，加速凝聚。你所謂的回流，理論上根本做不到。蘇姑娘研習的聚靈陣核心是什麼？以陣眼為樞紐，因引方圓靈脈，定向灌輸指定區域。方向呢？自然是單向匯聚。所以你們的陣法本質上是在抽水，把地甲靈脈的靈氣抽到地面來用。簡單來說，確實如此。一口井，你只管往外抽水，抽乾了怎麼辦？靈脈浩瀚，短期內不會。短期內不會，但你研究陣道多年，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？反而逐年下降。這正是我卡了3年的瓶頸。你的意思是，水抽上來澆了地，滲進土裡，流回地下，再被抽上來，循環。靈氣也一樣，草體吸收靈氣生長，根系代謝的廢靈滲入土壤，土壤中的某些礦物會將廢靈轉化，重新歸入淺層靈脈。前提是你不能把土壤裡那層轉化的東西破壞掉。傳統聚靈陣的問題在哪？陣紋刻入地面的時候，把土層結構打碎了，靈氣是抽上來了，但回流的通道也被你堵死了。所以你的鎖靈棚不是在聚靈，而是在養土。聚靈只是表象，關鍵是讓這塊地本身變成一個活的循環體，靈氣進得來，用不完。靈氣進得來，出得去，只要地脈還在，進來的永遠比用掉的多。我一直在追求更精密的抽取，卻從未想過歸還。不是陣法不夠強，是方向錯了。蘇姑娘，別打擾他。他在突破，不是突破，是通了。陣道循環之理，我鑽研3年未得其門。今日聽君一席話，勝讀10年典籍。蘇姑娘客氣了，我只是種地的人，看定義裡的變化，你是做陣法的人，能把這些變化變成可複製的東西，各有所長。李先生，你那鎖靈棚中的完整循環，我必須親眼一觀。若能實地驗證，陣道千年未解的難題，或許真能就此破局。可以。靈氣濃郁到幾乎凝成實質的靈氣在棚內流動，我下意識運轉靈力感知，靈氣的流向不是無序散逸，而是沿着特定軌跡從地面升起，經過靈草根系，再回流入土，一個完整的閉環。竟然真的做到了！這裡的陣紋，不是宗門傳承的聚靈陣。不是，宗門的陣法太貴，我們用不起。粗糙紋路，竟完成了全部功能。這是簡化版，是拆解版，把聚靈陣拆開，只留最核心的牽引功能，其他的靠材料本身的特性補足。一個標準小棚，50塊下品靈石。宗門最基礎的聚靈陣，材料要300靈石起步。這棚子成本只要1/6，效果卻絲毫不弱。你們是怎麼分配勞作的？都寫在這兒了。每天勞作結束，所有人都能來這裡查看自己的份額，多勞多得，按需分配，不藏不滿。那些人守着靈脈不肯外放，只許自己人用。底層修士想要靈材，就得去爭、去搶、去算計。但如果所有人都能參與進來，都能從這套體系裡得到好處，還有誰會去爭？天地靈氣本就生生不息，只要方法對，夠所有人用。靈脈稀缺，唯有強者可得。修仙界千百年來都是這麼運轉的，
如果這套方法能推廣開，推廣不難，難的是有沒有人願意教，有沒有人願意學。我願意。那就簽吧。我需要一個懂陣法的人，幫我把這套體系完善，讓更多人能用上。一夜沒睡？睡了半個時辰。你這根木樁的牽引紋路，第7筆折角偏了2分，但靈氣照樣跑得通。按宗門的標準，這是廢陣，但它能用。對，所以我在想，宗門那套標準，到底有多少是必須的，有多少是多餘的？想明白了。我想擴建。怎麼擴？聚元玉髓，拿它做陣心，能把現有棚子的覆蓋範圍擴大3倍。蘇姑娘，這玩意兒怕不是值幾百塊靈石？420塊，我攢了2年的月薪。然後產出更多靈草。我是說，別人想照着咱們的法子建棚，第一步就得去買一塊400靈石的玉。你覺得蒲戶區這些人買得起嗎？你的意思是，這套法子要是只有咱們能用，那跟宗門有什麼區別？我們要做的是讓隨便一個散修去山裡撿幾塊石頭，砍幾根木樁，就能自己搭一個能用的棚子。好，那我換個思路。我做了一件宗门陣道师从不會做的事：拆陣，核心牽引留下，冗餘加固去掉，配合高階靈材的全部替換。這一段弧線原本是為了適配玉石陣心的靈力頻率，如果把陣心換成普通鐵礦石，頻率不同，弧線就得改。能改，能，但改了之後，靈氣牽引的路徑會變長，效率會降低。按宗门的理論，按實際呢？我是。牽引速度比預期慢了30%，回流極快，路徑長，淨化更徹底，純度翻倍，效率升了。怎麼可能？建國，李先生，你早就知道會是這個結果。我不懂陣法，猜不到具體數字，但道理是通的。越貼合這塊土地本身的特性，效果越好。成本降60%，新法子一定要學會。建国哥，昨天又來了10幾人，問能不能加入咱們。來者不拒，但有個條件，學會了不許藏着掖着，誰想建棚無償教。我把每一步都標注了難度等級，最基礎的版本練氣1層就能克。長老，蘇清為真傳已在民間靈芝坊停留7日，未有返回之意。據查，他正協助一名凡人改良私設靈陣，且將改良後的陣紋向底層散修公開傳授。私設靈陣公開傳授，傳令執事堂。是。帶隊前往此地，核查所有私自布設的靈犀棚舍。我不覺得一個凡人能翻出什麼浪，但規矩就是規矩，壞了規矩，就得有人來收場。何人主事？等建国哥来。奉内门3长老陈长庚之令，核查此地私設靈犀陣法事宜。經查，開除靈芝棚舍所聞來路不明，存在靈脈干擾隱患。即日起，勒令全部拆除。相關主事之人，隨我等前往執事堂問話。拆除？這可是我們自己一根樁一根樁搭起來的，憑什麼說靈脈干擾？我們這棚子靈氣都是自循環的，根本沒動外頭的靈脈。都讓開！執事堂辦事與爾等無關。怎麼無關？怎麼無關？這棚子裡有我種的靈苗，有我刻的陣紋，拆了我吃什麼？蘇清源在此。蘇真禪，這些棚屋的陣法由我親手改良布設，若要核查陣紋安全性，我可以當場演示。蘇真禪，非是在下不給面子，此行乃陳長老親令。長老說了，規制核查，不論誰人，一視同仁。讓一讓，讓一讓。執事大人，辛苦了。您說要核查，我配合。但在那之前，煩請您先看一樣東西。長老，內門靈田年年減產，聚靈陣越修越貴。這套東西成本只有1/6，產量不降反升。署裡出面備案，收編為專供渠道，產出走物資署採購。誰敢動這片田，先過我物資署的調令。記住，是署裡要這套技術，不是我照顧一個凡人。你什麼時候報備的？半個月前，
蘇真傳加入之後，我們的靈草品質穩定了不少。我想着，與其被動等人來查，不如主動掛靠宗門正規渠道。陳長老的令是拆，周長長的文書是不能拆。兩位長老同一品别，我拆也不是，不拆也不是。执事大人，您要是觉得为难，可以把这份文書带回去給陳長老過目。核查的事，什麼時候都行，我們不跑。周長老，這片培育坊歸我名下管轄，物資署的備案我親手批的。你們執事堂要查，拿物資署的調令來。沒有調令，今天就到這兒吧。是，撤。勞煩周長老跑。你的靈草品質確實不錯，物資署用得上，公事公辦，不必客氣。建國哥，萬寶商行貼了新規。凡未在商行登記的散修，一律不予出售靈種養護器具。我去買引靈砂，櫃檯直接把窗板關了。不光引靈砂，靈種、虛靈瓶、鎮魂墨全斷了。罵他沒用，買不到就買不到。那新棚怎麼辦？靈種的事我能解決一部分。半個月之後呢？靠你一個人的儲物袋養活上百人，跟靠商行有什麼區別？換個人卡脖子而已。自己留種。自己育苗，自己研磨的替代配方。從今天起，所有耗材我們自己造。商行斷供的事兒大家都知道了，罵也沒用，人家是正經買賣，不賣給誰是人家的自由。咱們改變不了別人，只能改變自己。靠一座棚不行了，靈草能留種，一茬出下一茬。引靈砂能替代，山溝裡的寒靈粘土碾碎了，效果差不多。松煙末混碎靈石粉。加一道運靈手法，能達到商行成品末7成效果。但這些事一個人幹不完，10個人也不夠，需要所有人。靈農共修坊，從今天起，互助組正式擴編，願意加入的簽勞作靈氣，按所長分工。有力氣的搭棚的克陣，會草木文的育種，什麼都不會的我們教，學會了往外傳。規矩只有一條，不藏私。我簽。簡易鎖靈陣圖譜，練氣1層能上手，仿作耐測之人，隨時來抄錄。真傳的陣法就這麼給？拿去用。空氣中靈氣在動，不是棚內陣法牽引的那種，範圍更大，方向更散。建國哥，你腳底下！匯聚中心是我，卻一絲未沾。別人口中那股暖流，那份靈氣，我半點感覺不到。我還是那個無靈根的凡人。但這片地不是，不是你在聚靈，是這頂片地在自己呼吸。200座棚，200個循環，連成了一片，靈氣進得來，出得去，繞着這塊地轉，誰都不用搶。中心是你，不是因為你能吸，是因為這套東西是你搭起來的。我修不了仙，但我能讓這片地活着，地活着，跟着它的人就能活着。那片區域靈犀濃度今日又上升翻成，照這勢頭，不出10月。夠了，物資署管地面上的草。地脈歸山門總綱，我不動它一草一木，我只把地脈的調度權收回該在的地方。